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曾是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叔祖的房产。学校一放暑假，贝聿铭就会从上海回到狮子林住上一段时光。多年以后，在巴黎的街头，人们愤怒地咒骂贝聿铭，因为他要在卢浮宫前建造一座玻璃的金字塔。巴黎人认为，贝聿铭设计的丑陋建筑会毁掉卢浮宫，甚至毁掉整个巴黎。贝聿铭形容自己就像是街头老鼠，人人喊打。每当他感到压力巨大的时候，他的思绪就会回到从前，回到狮子林。隔三差五，园子里会请人来唱昆曲。这是一种极慢的艺术，唱腔绵长，身段舒缓，字字有腔，步步有情。曲终人散，总有种说不出的惆怅。狮子林白墙留白，池水映天，那里会把多余让给光影，把喧嚣让给时间。苏州园林让贝聿铭确信，建筑的美不止于形式，建筑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含义。时间要回溯到公元前30至前15年，一位叫做维特鲁威的古罗马工程师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献上了一本书。这是一本天马行空的书，最神奇的是，作者声称他了解完美的人体比例，可以将人置于一个圆形和方形中。后来，著名的画家、科学家达芬奇按照这本书的理论，画出了完美的人体比例图形。达芬奇就以原作者的名字命名了这个人，称为维特鲁威人。维特鲁威认为，大自然的本质是秩序与和谐，而人类创造的集大成的美就是建筑。书里论述了各种石材、木材、灰泥的建筑属性，介绍了城墙、神庙、住宅的建造方法。比如今天依然矗立在罗马的土星神庙，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罗马柱的结构。内层使用像土一样的火山凝灰岩，外层包上一层硬石或大理石饰面。这些制作方法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还有机械工程，包括起重设备、打桩机、军事工程器械的制造，甚至用整整一章介绍了声学，特别论述了如何设计剧场获得最佳的音响效果。这本书在今天称为建筑实书。建筑实书是西方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建筑学专著。维特鲁威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建筑设计3原则：建筑要坚固、实用、美观。这6个字意味无穷，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建筑的要义。但是维特鲁威也给后人留下了疑问：如果建筑要遵循比例、秩序、和谐来设计，是否意味着只要比例关系正确，几何上是和谐的，就代表着美呢？美到底是什么？它只是秩序的代名词吗？1935年，贝聿铭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对于一名年轻人来说，他最先感受到的是美国大学里洋溢的青春与活力。饭要吃，舞要跳，但是学习也重要。在宾州大学建筑学院，上来就是练习绘图，很多同学都比他更早地接触过绘图，画得极棒，这让他感到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后来他转学到麻省理工读完本科，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建筑硕士，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求学期间最难忘的经历并不在学校。1942年，贝聿铭应邀加入了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
帮助军方研发武器。一名建筑师能研发什么武器呢？就像委员会介绍的那样，建筑师懂得如何建筑，那他就一定懂得如何摧毁。贝聿铭的工作是协助研发燃烧弹，燃烧弹俗称火球，它以燃烧为目的。原来日本的建筑主要是以木材为主，怎样有效地轰炸与燃烧日本的城市，是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对于一名建筑师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撕裂的。贝聿铭必须用理性分析，去研究如何最有效地摧毁人类的聚居地。战时经历是贝聿铭思想演变的导火索，迫使他去思考建筑在更宏大、更残酷的社会现实中的意义。他开始认识到，古典秩序的确是一种美，但那是一种过去的静态的美。而20世纪需要一种新的目标，建筑要为人的生活、感受、尊严和自由服务。古典秩序要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新秩序。时间回溯到141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府公开征集一个号称史上最难的建筑方案——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为什么要建房顶呢？那是因为教堂早就建好了。这座教堂从1296年开始建，到1418年已经建了122年，什么都建好了，就是没有建房顶。为什么？因为当年设计者的野心太大了。为了体现上帝的永恒与伟大，教会想在主殿十字交叉点上建造直径约43.7米、高52米的八角形圆顶。最可怕的是，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结构，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传闻，在招标会上，一位叫做布鲁内莱斯基的工程师给大家出了道脑筋急转弯：谁能把一个鸡蛋直立放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谁就有投标的权利。所有人都尝试了，但没有人成功。鸡蛋传回给布鲁内莱斯基，只见他拿起鸡蛋，啪叽磕破底部，把它稳稳地立在了大理石板上。在场的人都惊呼起来，纷纷表示：还能这么干吗？如果这样做，我们也能办到。布鲁内莱斯基解释道：这就是关键所在，只有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才能完成前无古人的工程。当然，这些只是传说。布鲁内莱斯基能够接下这个任务，除了工程师的经验以外，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整个工程异常复杂，为了解决支撑与受力问题，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了2层穹顶，在2层穹顶之间由石头甬道相连接，有24条经向类与10条纬向类。这些甬道就像木桶的铁箍一样，起到了固定的作用。为了将建筑材料运送到高处，他还发明了一种起重机。这个点子明显来源于维特鲁威在建筑实书中的起重机。穹顶内没有脚手架，没有支撑，砖是如何砌上去的呢？布鲁内莱斯基使用了称为鱼骨纹的砌法，让垂直的树砖来咬合横砖，起到加倍固定的作用。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周就砌几行，让砂浆完全干透了，绝对固化后再砌下一行。工程就以这种蜗牛一般的速度前进。穹顶是一个尖削顶，越向上锥体越小。布鲁内莱斯基是怎样控制不断减小的直径呢？今天的建筑学家提出了好几种可能性。有一种方法非常直观，就是在底座画出8朵花瓣，然后向对角线拉绳子，通过计算绳子的长度来收紧锥体。最终他们还要面临合龙的困难。当倾斜角超过60度的时候，砖是如何克服地心重力被粘住的呢？最可能的办法还是依靠精妙的排列来相互咬合。准确计算穹顶的承重非常关键，因为在合龙之后还要在顶部放置一个非常沉重的大理石的采光亭。整个穹顶共用了400万块砖，总重量超过36000吨，的确是人类工程学上的奇迹。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一共修建了17年，于1436年最终完工。
为了纪念这个不朽的工程，人们把布鲁内莱斯基的白色大理石坐像建立在大教堂主立面的右前方，在它的膝上放着作为建筑师的标志圆规与直角尺。数学将他的天才构想化为砖石的奇迹，他的头微微抬起，专注而深沉的头像一生心血的结晶。这尊雕像与穹顶构成的画面是建筑史上最动人的对话之一。从维特鲁威到布鲁内莱斯基，他们都在讲述着科学的力量。几何与工程让不可能成为了现实，赋予了弱小的人类实现宏大的能力。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宏大本身是建筑的意义吗？这恰恰是从古典建筑走向现代建筑思考的分水岭。二战后，美国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其后10多年的时间里，贝聿铭设计了大量的建筑作品，虽然主要以模仿为主，但也广受好评。进入60年代之后，贝聿铭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他的作品也真正开始成熟起来。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达拉斯市政厅、华侨银行大厦，每一种都风格迥异，各具特色。而真正确立其个人风格代表作的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梅萨实验室。实验室位于落基山脚下的高原悬崖，海拔接近1800米，风大，气候严酷，岩石裸露。贝聿铭并不打算让建筑去征服自然，而是让它顺从地形，融入地貌，采用了与环境颜色一致的砂岩气体结构。他称这座建筑为地貌的延伸。原来几何秩序不是单独产生的，它能与自然诗意完全结合在一起。梅萨实验室的设计大获好评，这是贝聿铭建筑哲学的第一个成熟表达。他第一次真正理解建筑与大地的和解。和所有建筑师一样，贝聿铭的职业生涯也绝非一帆风顺。梅萨实验室屋顶漏水，地基粘土移动导致建筑裂缝，维护成本高昂。而他设计的香山饭店更是饱受批评，院落、坡屋顶等元素像是符号拼贴，既不够传统，也不够现代。园林空间过大，客人要走很久才能到达住所，耗时费力。白墙、实木、瓦面与水井在北京的气候下根本不适合，墙面污染快，局部易渗漏，这些都给运营方增添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但与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大厦的事故相比，这些都不算事儿。约翰汉考克大厦由贝聿铭事务所的设计师亨利·科布设计。1973年，大楼建设快完成时，居然有多块巨大的玻璃窗在大风中脱落，万幸没有砸到人。最终的原因是玻璃制造厂的问题，而非设计问题。整栋大楼的玻璃都换成了小块的重新安装，更换费用约500到700万美元。整个事件给贝聿铭事务所的声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挫折与失败让贝聿铭产生了很多感悟：建筑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建筑的伟大不在于它有多宏大，而在于它是否让理性与人性共存。时间来到1878年，法国召开了盛大的巴黎万国博览会。西班牙实业家尤塞比·古埃尔在一个玻璃展柜前停下了脚步，这就是那台展柜的示意图。今天我们很难从这张图中看出什么精妙之处，但是古埃尔却被这个展柜迷住了。他用他那双带有特质的，甚至可以说举世无双的伯乐之眼，认准了一位绝世天才。古埃尔立刻找到了展柜的设计者，这是一名26岁叫做安东尼·高迪的默默无闻的建筑师。此后，古埃尔成为高迪的终身挚友和合作伙伴，两人开始了长达40年的紧密合作。古埃尔向高迪委托了大量的建筑项目，他没有看错，
高迪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人类向地球的献礼。这是高迪的第一座重要建筑——维森特之家。在建筑立面上，运用了东方、伊斯兰和穆哈的建筑风格。他将铁、陶瓷、砖与木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丰富的质感与色彩。在室内，高迪运用了大量的装饰，植物彩绘壁纸，天花板上的实木雕花，圆顶上有大型的飞鸟图案，犹如身处大自然之中。这是高迪为古埃尔设计的住所——古埃尔宫。不规则的立柱拥有美丽的曲线，大堂空间直冲云霄，环顾四周，雕塑、绘画、金属制品、彩色玻璃都有统一的高迪式的加泰罗尼亚神秘主义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个巨大而美丽的空间之中。在建筑的外部，每一个烟囱都设计成不同的花样，将陶瓷碎片按色彩、形状拼贴在曲面上。高迪让建筑的皮肤像马赛克一样闪耀，他将这种民间手工艺发展到了艺术的新高度。这个是巴特罗之家神奇的龙脊屋顶，周围几条街区都能看到它。高迪使用丰富的色彩，把屋顶装点得如同节日焰火。他从观察中发现，自然界并不存在纯粹的直线，所以他开始尽量抛弃直线的结构。内部天井美轮美奂，玻璃与瓷砖相互反射，有一种海洋般的动感。楼梯把手、门把手都有海洋生物的几何结构，天窗形似龟壳，墙壁与楼梯像波浪般蜿蜒曲折。楼梯由上等木材雕成，扶手做成了大型海洋生物脊椎的样子。电梯在采光井的中间，坐电梯而上，犹如从海底升起，逐渐奔向海面的光明。这座充满了曲线、仿生、手工的建筑，就像自身拥有了生命。高迪一共有7座建筑作品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但是最惊人的还属于他一生中最后至今也仍未完成的旷世之作，这就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堂。从远处看，这不像是一栋建筑，而是一组规模宏大的石刻雕塑。在没有任何计算机辅助计算的情况下，高迪实现了几何、力学、艺术的全面整合。这是主殿的立柱，在立柱之上，像树杈一样分出许多小立柱，小立柱上又有不规则的几何体与穹顶相连接，完全是一座实质的森林。墙壁有大量的浮雕装饰，主体是暖色调的精美玻璃窗。教堂的4个主立面分别讲述了不同的圣经故事，石雕之复杂，细节之精美，让人目眩神迷。这不单单只是一座教堂，高迪把它设想成了一部用石头写成的伟大的视觉圣经。高迪一生中43年的心血都花在这个教堂的设计与建造上。围绕着这个建筑，你会发现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它把结构、光与象征融为一体。它的设计有一种真正的天才般的原创性。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在他手中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这个教堂给我的感觉是情感太充沛，结构太宏伟，元素太复杂，太诗意，太疯狂，太超越。这无疑是建筑史前数字时代的巅峰之作。现在问题又来了，建筑中最打动人的美，真的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延续吗？
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随后，他启动了一个总统宏伟工程计划，要用当代建筑为法国立下新地标。卢浮宫改造是其中最核心的环节。经过慎重思考，密特朗终下决心，他亲自拍板绕开竞标，直接邀请贝聿铭主持设计。一时间，法国朝野震动。法国人是非常骄傲的，卢浮宫是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地标之一，请一位华裔建筑师来设计，这被看成是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背叛与挑战。当贝聿铭提出他的方案时，法国人更加惊诧了。贝聿铭要求清空宫殿中间的绿地和建筑，突出主建筑的宏伟，加盖地下层部分，扩展博物馆的使用面积，并在中间建立一座玻璃的金字塔，作为卢浮宫的入口。这不单是建筑设计，更像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法国人不理解，主流媒体连篇抨击这个设想，声称这是在卢浮宫门口盖了一个玻璃商场，与卢浮宫的历史厚重感完全不搭调。博物馆馆长第一个强烈反对，甚至不惜辞职进行抗议。讽刺话、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贝聿铭说，有90%的巴黎市民反对他的设计。据传闻，贝聿铭在巴黎进行调研时，还有妇女向他的鞋上吐口水，以表达对他的不满。但是总统密特朗力挺这个项目，成为项目得以推进的唯一原因。最后，巴黎市长想了一招，他建议贝聿铭做一个模型来说服巴黎人。贝聿铭就在院子中放置了一个1:1的电缆模型，并且做了小的实物模型让大家参观。4天里，有6万心怀质疑的巴黎人来到了卢浮宫，观看了模型的样子。贝聿铭就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人们终于看到了金字塔与卢浮宫的关系，也开始认真地思考贝聿铭所说的话。1989年3月29日，卢浮宫金字塔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个建筑惊艳了世界。它像一枚晶莹的立方体钻石，矗立在卢浮宫的古典石墙之间。白天，它是光的器皿，收纳天空与历史的倒影；当夜幕降临，它又化身为灯塔，映照着人类的未来。它既是通往艺术的入口，也是文明自我凝视的镜子。金字塔寓意深远。法国是对埃及掠夺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法国人商伯良破译了古埃及文字，又是对埃及历史研究贡献最大的人之一。金字塔因其形体与命名，将法国与古埃及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这不但是文明的碰撞，更是一种和解，是古典与现代的和解，是国家记忆与世界文明的和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卢浮宫金字塔的声誉越来越高，如今它已经成为法国地标性的建筑。时间来到1929年，西班牙举办了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的展品以其独具一致的思考，让所有与会者惊讶不已。这就是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德国馆的设计者叫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当别的国家在炫耀时髦的机器、漂亮的雕塑和手工制品时，密斯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建筑语言，这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建筑理念，称为少即是多。德国馆的空间完全开放，连大门都没有，没有门厅、走廊、房间的界限，只有连续的观察体验。表面看，简洁到近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座雕像和几把密斯设计的椅子，但是它采用的材质却奢华无比。阿尔卑斯大理石地面，西班牙告玛瑙墙面，镀铬十字形钢柱像几何切片一样相互交织。密斯的名言“神在细节里”就在此诞生。他拒绝象征，拒绝装饰，拒绝叙事，只保留存在本身。巴塞罗那德国馆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体量，而在于它的思想。它教会了世界，极简不是贫乏，极简是一种克制的态度。从此以后，所有现代建筑的语言
玻璃帷幕、开放平面、可流动空间、极简秩序，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巴塞罗那德国馆。1958年，密斯与美国设计师菲利普·约翰逊共同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在纽约完工，全楼高157米，共38层。大厦外立面采用玻璃幕墙，垂直的竖框由青铜制成。这些真青铜立面每年都要人工保养清洗、上油，耗资极高。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青铜色调玻璃在日光下呈现浅金、棕、琥珀色，在阴天或夜晚则变为烟灰、铜褐色调。青铜立面随着时间逐渐氧化，变成古铜色，在不同的日光照映下，会映出琥珀金、深褐、铜红、紫褐等等细腻的变化。在冷峻的现代主义摩天楼中，西格拉姆大厦是罕见的拥有温度的金属。这座建筑不再像机器，而像一件会随时间老去的雕塑。这也是世界建筑中少有的拥有不同色彩的摩天楼，是密斯在极简主义中奏响的时间之歌。西格拉姆大厦是第一座在比例、材料、城市尺度和美学上全部成熟的玻璃摩天楼。后来，全世界的玻璃摩天大楼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格拉姆大厦的痕迹。极简主义了不起，它与高迪的极其繁杂、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不同的思想体系。仔细思考极简，其实并不简。少不是空，少必须有好的比例、好的细部、好的材料，甚至是好的环境来支撑。举个例子，如果材料单薄、细部粗糙，极简很快会从纯净变成贫乏。现在问题来了，极简主义真的更接近普遍之美吗？2002年，85岁高龄的贝聿铭回到了苏州，他要为苏州设计一座新的博物馆。在采访中，贝聿铭说：“我不是为苏州设计，而是为我的根设计。人生就像在画圆，这是一次走出苏州，再回到苏州的谢幕之作。”贝聿铭一生对空间的理解都始于苏州园林，那是他儿时无法抹去的回忆。他再次走访拙政园、网师园，特别是年少时的故居狮子林，研究光线、院墙比例、水景反射。他流连苏州街头，寻找那些曾经打动过他的细枝末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窥源。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杜丽娘心中的牡丹亭与贝聿铭的牡丹亭并不一样，更别提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牡丹亭。建筑的意义从来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人类文明不断追问自己的方式。苏州博物馆的好，不在造型像不像苏州，而在气质像不像苏州。它有极强的空间叙事与可游历性，材料细部独具匠心，白墙绿竹，石桥流水，以宋代米芾画作中的意境为蓝本，将石头高低错落排砌，形成以壁为纸、以石为绘的画面。屋顶成为城市第5立面，外看是江南屋脊的现代剪影，内看是几何架构与木质纹理的对话。通过顶光、高侧窗与多层遮光，让自然光像丝绸一样铺在展厅与走廊上。他尊重街巷尺度，严格控制高度，整体以低姿态嵌入了古城的纹理。看来人类偏好清晰秩序加适度复杂的环境。苏州博物馆既非极简，也非极繁，完美的停留在适度的空间。就像贝聿铭所说，好的建筑不靠形式，而靠心境。苏州博物馆大受好评，
今天已经成为苏州当代文化地标和城市名片。有趣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贝聿铭很多失败作品的口碑也在慢慢反转。今天人们放慢了生活节奏，开始有心情去欣赏香山饭店与天地融合的美丽风景。香港中银大厦备受批判的尖锐造型，破坏风水的闲言碎语也慢慢淡去。最有意思的是约翰汉考克大厦，2011年，美国建筑师协会授予了该大厦25年奖，以表彰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工程危机走到经典地标。约翰汉考克大厦成为研究现代高层建筑教训与成熟的典型案例。由于21世纪建筑进入专业化加多极化时代，贝聿铭成为现代主义黄金时代落幕前能在全球范围形成审美共识的最后一位全能型作者，被人们称为史上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建筑大师。在贝聿铭的眼中，建筑要体现和解，梅萨实验室是人与自然的和解，卢浮宫金字塔是国家与历史记忆的和解，而苏州博物馆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和解。建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维特鲁威在《建筑实书》中总结的建筑3原则：坚固、实用、美观，这就是建筑的意义。人类用2000年的时间画了一个圆，终于逃脱了神圣与宏大的叙事，回归本源，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建筑最深刻的意义，不在于创造永恒的符号，而在于回应脆弱的生命。以人为本的新秩序，就是要让建筑重新聚焦到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人的尊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